很多人还以为只要进了德国大厂，手里端的就是个铁饭碗。醒醒吧！由于接下来的内容过于残酷，请允许我给现实套上一层游戏滤镜，让我们把德国制造看作是一个年久失修、正在疯狂报错的巨型网游服务器，一场针对全服玩家的静默清洗正在后台悄悄运行。我花了1周时间破解了这次版本更新的底层逻辑，做出了一张2026年德国生存战术地图。这个视频会告诉你哪些曾经的神级工会已经变成了禁区，而哪里是全服唯一的安全屋。欢迎来到 Made in Germany。以前我们觉得玩德国制造这个服务器虽然点卡贵、税高，但胜在稳定。只要你选了工程师这个职业，基本上就是全服横着走，玩到官服都没问题。但这次更新直接把机械系职业砍进了下水道。先看一眼分号名单，VW、大众，这可是咱们服的T0级神级工会啊！以前进去就是养老服，现在会长直接发公告，2030年以前35000个账号要从服务器里消失。不是马上拉黑你，而是把你的账号改成不可续费，引导你自己退游。相当于工会大厅里每站4个人，就有1个迟早要下线。再看 ZF， 他也不搞瞬间封号，而是给你挂了个 debuff。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028年 ，ZF 给全员挂上了流血 debuff， 坐等14000名玩家流干血条，直到你自己受不了了退游。最狠的是 Bosch， 官方直接对斯图加特地图的双塔副本动手了。以前 Feuerbach 和 Schwieberdingen 这2个点，那是全服的双子塔，里面全是满级的大师级玩家，产出全服最好的装备。现在 Feuerbach 这座主城塔，单点直接清3500人，管你是刷燃油动力老副本的满级老师傅，还是写代码的工程师，突然连登录的地方都没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帮工会会长到底在搞什么鬼？副本打不过就踢人，这也太恶意破坏游戏体验了吧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这不是单纯的踢人，这是全服通用的极限轻背包策略。甚至有的工会做得更绝，他们不仅踢人，连身上的装备都要拆下来扔掉。我们直接看一个教科书级别的例子 Continental 大陆集团。最近 Conti 不是把汽车业务拆分上市了吗？一堆小白还在那里激动，是不是开新地图啦？是不是解锁新副本啦？是不是要冲新赛季了？呵呵，别被忽悠了，这不叫扩张，这叫极限断舍离，断臂求生。大陆集团甚至已经先把这坨汽车业务换了个新皮肤，叫 Aumoville。这一听是不是觉得狂拽酷炫，像个史诗级新资料片？但这其实是怎么个事儿？这叫为了保帧数强行关特效。想象一下，你正在阿尔卑斯山徒步开荒，暴风雨突然刷新，经济危机来了，你背包超重，移速变成0，耐力掉得飞快。这时候你会怎么做？第一步，保住包里最值钱、最轻便的东西。对 Conti 来说，那就是轮胎业务，它是资本眼里的硬通货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不需要每天搞什么黑科技，光靠卖成熟产品就能稳定赚钱，研发压力小，现金流稳定，属于那种躺着回血的被动技能，资本一看就舒服。第二步，扔掉那个看着高级实则要命的铁疙瘩，哪怕它名字叫自动驾驶、智能座舱、电子架构，这些东西就像游戏里的 4K 高清材质包和光追特效，听着是真高级，画面是真漂亮，像神装一样。实际上呢，它是真烧显卡呀。开着它，主机会过热，画面会卡顿，就是你机器一开，电表就开始狂转，你项目一上，预算就开始燃烧，研发经费砸进去一大堆，工程师也得养着，项目周期还特别长。最扎心的是，一顿操作猛如虎，一看利润才2%到3%，这叫钱花的像开挂，回报慢的像掉线，而且它自带持续扣血 debuff。这业务一旦开起来，哪怕你今天不生产，工资、社保、合规这些固定开销照扣不误，就算你不想打副本了，系统照样按时扣你血条。所以这次 spin-off 的真相只有一个，大陆集团这台主机已经带不动了，它要把这些看着爽但极其拖慢运行速度的高级特效直接扔出去。主程序关了特效，终于能流畅跑满60帧了，然后对资本市场说，看我们现在更轻了，面板更好看了。至于那个被扔出去的全特效 Aumoville， 因为它太吃配置，一般人玩不起，
能不能活下来，那就真的看命了。这里要提醒一句，如果你身处于这些类似于被独立的 Armorville 的阵营里，别听老板画饼，什么你们会更灵活，你们会迎来第二春。翻译成人话就是主公会要保核心装备，首先要把你这件负重道具扔出去。你不是去创业的，你是那只遁地求生的手臂，是在暴风雪中被扔掉的沙袋。聊完资本怎么操作，再来聊聊看视频的你。在2026这个大逃杀版本，决定你能不能幸存下来的，不仅仅是你的等级学历，哪怕你是满级账号博士，选错了职业照样被秒。决定生死的是你在地图上的坐标。注意看，这里有一张德国服生存地图，我们只需要看2个数值。一、耗蓝量，你放一个技能要烧多少蓝，也就是你从事的这个行业费不费电，吃不吃能源成本。德国现在的蓝药电费贵得离谱，每伏工业电价大概8美分一度，中伏在9美分上下，德服工业电价常见的是18到22美分一度，开局就自带蓝条惩罚。你可能会说，政府不是要上工业电价补贴吗？就算上了，也多半是限行业、限额度、限时的半管蓝药，能救一部分工会，但救不了全服。2、独门绝技，你的技能别人能不能 copy and paste， 也就是你的活儿到底有没有不可替代性，能不能被 AI 脚本一键挂机取代，还是能被更便宜的新手村玩家廉价劳动力取代。先看左上角，高耗蓝还没有绝技的，直接就是死亡禁区，什么零部件制造、金属加工、低端装配全在这儿。你想象一下，这种职业就跟游戏里的空蓝职业一样，蓝条一见底，技能放不出来，人也就只能原地躺平，因为你干的活本质就是靠机器硬烧电、硬扛成本，电费一涨，你血条直接掉光。资本怎么想？资本其实特别朴素，他会说你这副本隔壁匈牙利服也能刷2，蓝药还便宜一半，我干嘛要在德服烧钱？所以这里的裁员不叫优化，这叫删号，别硬扛，真的扛不住。电费这个伤害是真实伤害，没护甲界面的。那有人问了，我不费电啊，我是坐办公室的。行，那你看看左下角，这里是低耗蓝，也没有绝技，恭喜你进入了 NPC 搬砖区。你可能是行政、初级码农或绘图员，这就是典型的脚本挂机区，意思就是这号谁上都能练，没门槛。你确实不怎么费电，但你费人啊。以前老板嫌你贵，就用实习生来代替你，现在有更狠的官方外挂 AI， 人家不要金币，不需要交社保，24小时在线挂机，还不请假，不 emo， 不摸鱼，你拿什么跟他卷？你待在这个区最大的风险是什么知道吗？你还在那边吭哧吭哧手搓打怪呢，镜头已经切走了，你不是被打败，你是被系统当成了 NPC。 好，重点来了，右上角高耗蓝带有绝技，这个区域是烧电烧得要命，但它真的能赚回来，比如半导体、高端化工、关键材料这种，他们蓝条掉得飞快，电表转得就像开了加速，但人家有2张王牌，第一，门槛高到离谱，别人想抄都抄不动；第二，定价全够硬，客户离不开你，所以即使电费人工涨了，你也能顺手把一部分成本加到报价里，让客户替你买单，反正你涨不涨价他都得买。在这里结局只有2种，要么靠着独门绝技硬生生把高昂的氪金成本转嫁给客户，继续当全服的霸主，但一旦电费涨破了天际，或者有别的服开发出了同样的技能，客户就会立刻停止充值，到时候你蓝号这么高，又没有人替你买单，哪怕是满级 boss 也得因为空蓝而瞬间暴毙。最后右下角低耗蓝加有绝技，这才是 T0 安全屋，比如精密光学、医疗科技、特种机械这种。为什么安全？第一，它不怎么烧蓝，电费涨了也能撑住；第二，它能防外挂，它的护城河不是钱，而是地狱级的前置任务链，复杂的认证体系，外加一套 AI 根本算不出来的隐藏机制，核心 know how。 我给你举个最直观的例子，医疗器械，你想做个呼吸机、心脏支架，不是你做出来就能卖，你得过一堆关卡，安全测试、质量体系、监管审批、临床验证，就是那个前置任务。很多人还没进副本，就先被门口的认证 boss 劝退了。所以这种行业 AI 一键生成不了，便宜劳动力也学不会。
所以2026的攻略很简单，别只顾着刷等级、卷学历，先选对地图，选对赛道。你在哪个区，决定了你是玩家还是被系统清理的 NPC。好的，假设最坏的情况发生了 ，HR 给你发了强制下线通知，这时候千万别慌，在服务器关闭前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赔偿 bug， 如果操作得当，这可能是你人生中赚得最快的一笔钱。这时候 HR 会先给你推销一个付费 DLC， 叫 Transfergesellschaft 过渡公司，它会把饼画得很圆。不用上班，工资发80%，还能免费学技能。Listen， 别被表面的数字忽悠了，这80%只是个障眼法，大头其实是系统发的60%国家救济金，公司只是往里面补了点零头，硬凑到了80%。包装再精美，撕开一看，里面装的还是失业2个字。你以为你进了 T-Gig 是福利，这叫安全区陷阱。你在里面岁月静好的待了1年，外面的游戏版本可能已经迭代了2次。猎头会怎么看你这段经历？他们会觉得这玩家不敢打排位，只敢在新手保护区里混日子。你以为你在练级，其实在别人眼里你是在挂机。真正的高玩怎么操作？别盯着每个月那点挂机收益，要盯着那个退游大礼包 Das Paket， 也就是 Abfindung。这依然是落袋为安的真金白银，特别是如果你是有娃工龄长的钉子户账号。HR 想要清库存，就得开加速器。你只要肯主动点击注销账号，他就给你发一笔 Sprinterprämie 速通奖金，这才是你要抓住的 bug。这时候谈判要狠，别给我推销那个半年卡，我要直接兑现 Abfindung 加 Sprinter 2笔现金，给我一次结清。拿到这笔钱，这就是你跨服传送的路费。要么去右下角的安全屋洗点重练，要么直接换个服务器去别的国家，或者只要你还把自己当玩家，就永远在等策划发福利，等系统修复 bug， 等别人来定义你的等级。既然官服的爆率已经被调到了0，既然规则已经不再保护普通人，既然大厂的防火墙正在把我们挡在门外，那为什么还要挤破头去登陆它呢？有没有可能在这片废墟之上搭建属于自己的私服呢？我是小雨，下次见。